为了求得长生，我在100年间拒绝了无数姻缘，可闭关100年后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正当我准备踏入尘世时，才发现那些被我退婚的女子，一个个竟都成了天命之女。被我一纸修书的天剑宗大师姐，已将剑道修炼至巅峰，成为一代剑圣。被我赶走的侍女，如今也成为了天魔教圣女。就连我逐出宗门的女弟子，也继承了皇位，成为了当朝女帝。如今当我踏入尘世的消息传出，他们都纷纷找上门来，向我讨要说法。此刻我正盘算着该以什么身份入世，门外突然炸响一阵惊慌失措的叫喊：“程少主，快跑啊，快跑！打进来了，他打进宗门了！”思绪被打断，我皱着眉头看向前方，原本紧闭的房门被人一把推开，一直负责照顾我起居的仙童许坤连滚带爬的扑了进来，满脸惊恐。我沉着脸问许坤：“你乱喊什么？谁打上来了？”许坤咽了口唾沫，急得直跳脚：“少主，您快跑吧，再不跑真来不及了。”我冷哼一声：“放松，这里是长生门，谁能逼我跑路？细细说来，敢隐瞒半句，小心你的腿。”见我如此淡定，许坤终于稍微冷静了些，原本把事情导了出来。原来1个月前，天剑宗上空异象遮天，出了一位绝世天才，结果就在今天，那天才女子一人一剑直接挑了我们山门，现在已经打到了山门大殿，几位长老正苦苦支撑。少主英明，那女子说今天来只为取您性命，以此证她的无情剑道。我惊得一下站了起来，这关我什么事？我招她惹她了？凭什么要我的命？许坤苦着脸：“少主，她还真跟您有关系？啥关系？我什么时候认识天剑宗的人了？”我满头雾水。少主，您忘了40年前门主给您和天剑宗大师姐慕容剑秋订的婚约了？后来您为了不耽误修仙，趁着门主不在，直接跑到天剑宗，当着人家全宗的面把婚给退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终于恍然大悟，想起了这桩陈年旧账，但还是觉得离谱。你的意思是，这个叫嚣着要拿我正道的狠人，就是当年被我退婚的那个女人，正是慕容姑娘啊！当年还是我陪您去的，我顿时来了精神。我记得她天赋平平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刚迈出2步，大腿就被许坤死抱住。少主快跑吧！徐长老说那女子现在有剑圣之威，门主又不在宗内，您要是有个闪失可太冤了。我淡然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淡定：“区剑圣，我顶得住。”话音刚落，一道冰冷的女声响彻整个长生门内外。天剑宗慕容剑秋前来拜山，不成，速来领教。被点名道姓，我避无可避。若今日龟缩，长生门将彻底沦为笑柄。我一脚踢开许坤，脚下轻点，纵身一跃，直奔山门大殿。我还真就不信，我100年苦修会比不上一个当年远不如我的女人。场景一转，漫漫石阶尽头的长生门广场上，上千名白袍弟子齐聚，个个面带怒意，却又狼狈不堪。广场中央的古朴石碑上方站着一个青衣女子，她背负青色剑匣，绝世独立，睥睨众生，浑身上下透着生人勿近的寒意。石碑下方，几位长生门长老脸色铁青，刚才短暂交手，他们几人居然连逼这女子拔出匣中宝剑的资格都没有，实在汗颜，硬来不行。一位女长老只得硬着头皮劝道：“慕容姑娘，两宗向来交好，有事下来详谈如何？”然而慕容剑秋丝毫不为所动。脾气暴躁的张长老怒了：“既然如此，休怪我们长辈联手。”张师叔且慢。我气沉丹田，清朗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让小侄来解决此事。”唰，上千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在众人的注视下，我大步走到石碑前。随着我的出现，青衣女子的目光终于从半空垂落，死死盯住了我。这对昔日的未婚夫妻终于再次相见，40年未见，当年那个青涩少女，如今已出落成了一朵冷傲的青莲，但她眼中的杀气，却让我不自觉地运转长生诀来抵御这股刺骨的寒意。我微微一笑，拱手道：“多年未见，慕容姑娘一向可好？拜少主当年退婚所赐，这40载我度日如年，没日没夜苦练，只为今天与少主再相见。”她声音平静，却压抑着浓烈到极点的恨意与杀机。听到这话，我心里其实挺委屈，王婚雅嫁，连面都没见过，我当年主动退婚不也是为了大家好吗？此时，旁边的女长老再次开口劝阻：“慕容姑娘，往事已矣，你何必执着？”好一个往事已矣！慕容剑秋冷笑一声，厉声斥责：“当年我被世人嘲笑高攀时，你们在哪？被当众退婚时，你们可曾出面解释一句？现在跟我说放下，欺我无知吗？”连番质问让长生门众人羞愧低头。我叹了口气，终于明白自己的想法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我真诚致歉，此事是我当年思虑不周，让姑娘蒙受屈辱。事已至此，姑娘若有要求，顾某定当尽力弥补。慕容剑秋情绪收敛，冷冷看着我：“不必多言，我修剑40载，只养一剑。今天你若接下此剑，恩怨一笔勾销。”我眉头紧锁，看向他背后的剑匣，40年养一剑，这威力绝对恐怖。但我已没有退路，如果连一剑都不敢接，长生门以后就别想立足了。我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既然如此，请姑娘出剑。”话音刚落，天地骤然肃杀，人群瞬间轰然散开，给我俩让出了一大片绝对空旷的场地。慕容剑秋骤然凌空，右臂一展，轻扎一声，剑来！嗡，剑匣破开，凌厉至极的剑鸣刺破苍穹，冲天剑气搅动风云，连天空都瞬间变了颜色。他连踏7步，步步生莲，随着每一步踩下，剑气便疯狂暴涨。最后一步落下，他整个人已与手中长剑合二为一，化作一道璀璨剑芒直刺我的胸口。手下留情，几位长老察觉到这一剑的恐怖，脸色大变，拼命冲上来阻拦，可哪里还来得及？死亡的阴影瞬间将我死死笼罩。我汗毛倒竖，心中苦笑，这就是40年养一剑的威力吗？我根本挡不住啊！然而就在那冰冷的剑锋贴近我身前的一刹那，我看着他眼中毫无感情的目光，脑海中突然灵光炸裂。我这一生经历了病苦、死苦，苦苦追求长生，却执念深重，反倒落了下乘。而面前的他本无意长生，却因我退婚而破茧成蝶。或许我一开始的执念就走错了路。生死交关，心结豁然洞开，一股玄妙的气息萦绕全身，困扰我几10年的修行瓶颈，在这瞬间无声无息的碎了。悟道，刺重山，破。
千钧一发之际，我从容地伸出2根手指，在毁天灭地的剑气中，精准无误地夹住了他的剑锋。当一声金铁交击的脆响，整个世界仿佛被彻底定格，全场死寂。所有长生门弟子都看傻了眼，有人甚至拼命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幻觉，居然只用2根手指就轻松夹住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剑，太恐怖了！长老们更是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看出了门道，我竟然在一瞬间跨越天堑，踏入了悟道8境强者的行列。相比众人的震撼，慕容剑秋彻底崩溃了。他苦修40年的无情剑意，本以为能了结这屈辱，却被我轻描淡写的粉碎。巨大的落差击溃了他，他脸色惨白，气急攻心，眼底的光彩瞬间暗淡，身体支撑不住，直接向地上倒去。在他昏迷倒地前，我一步上前，用一双温暖的大手稳稳将他抱在了怀中。慕容剑秋，你杀我也改变不了你是个没人要的货色！哈哈哈！梦境中的嘲笑声让慕容剑秋惊呼着坐起身，他大口喘息着，环顾四周陌生的房间，视线最终落在了床边那把随手放置的长剑上。终于回想起昏迷前的一幕，他闭上眼，满心绝望。40年的心血被我随手化解，这或许就是2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吧。这时，房门传来细微的响动，他眼中寒光一闪，长剑出鞘，瞬间抵住了推门进来的许坤。慕容姑娘饶命啊！许坤吓得双手高举过头顶，胡言乱语起来。是你？他认出了当年跟我去退婚的许坤，你家少主呢？许坤咽了口唾沫，少主出门了，吩咐我在这儿候着，您有事尽管吩咐。慕容剑秋冷笑一声，是不屑见我，还是心虚故意躲着我？许坤实在听不下去了，梗着脖子怒道：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少主他，许坤，你在做什么？怎可对慕容姑娘无礼？我大步迈进房间，严厉出声打断了许坤的话。接着，我将手里刚从宗门禁地摘来的7叶安神草递给许坤，赶紧交给我王师叔，请他火速炼药。许坤看了一眼，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少主，这可是宗门禁，多嘴，父亲那边我自会解释。快去！我厉声呵斥。许坤咬咬牙，愤愤不平地瞪了慕容剑秋一眼，转身跑了。他觉得我疯了，为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竟然私闯禁地去挖这稀世神药。等许坤离开，我转向慕容剑秋，歉意一笑：下人疏于管教，让姑娘见笑了。此时，慕容剑秋的目光却死死定在我刚才递出去的那株草上，以他的见识，一眼就认出那是能安神凝魂、万年才彻底成熟的稀世奇药7叶安神草。他心中震动，却不知长生门内到底是谁需要这等至宝。收回心神，他重新戴上冷漠的面具，不必惺惺作态。我既然败了，无话可说，要打要罚，悉听尊便。看着他这副刺猬般的模样，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慕容姑娘说笑了，之前不过是我侥幸罢了。我迎着他的目光，语气极为真诚。当年确实是我做事欠缺考虑，接下了今天的果，但我如今已然想通，往事已，只要姑娘能解开心结，任何要求，顾某定当全力以赴，绝不推辞。慕容剑秋木然地看着我，他发现现在的我和40年前那个锋芒毕露的少年完全不同了，骨子里透着一种从容与淡然。可40年如一日的恨意，早已成了扎进心底的刺，岂是1-2句道歉能抹平的？他咬了咬红唇，挑起凤眉问道：你确定？什么要求都可以。我心中一喜，肯交流就是好兆头。为了以防万一，我赶紧加了个前提，当然只要不违背正道原则，不让我去死，任何要求我都答应。慕容剑秋死死盯着我，抛出了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要求。那好，我要你跟我回天剑宗，当着天下所有修行者的面，重新向我求婚。我愣在当场，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等我当众求婚时，再狠狠地拒绝我，让我沦为天下人的笑柄。但这算什么大事？对于一个如今只想追求逍遥长生的人来说，面子算个屁！最大的麻烦不过是我长生门少主的身份，大不了我脱离宗门。为了确认，我忍不住问慕容姑娘此话当真？她以为我要反悔，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轻叹一声，直接打断她：既然姑娘坚持，那就如你所愿，我答应你便是。她满脸错愕，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你答应？你知不知道我的目的？你不怕被全天下人耻笑？我微笑着摇头，只要能解开姑娘的心结，顾某个人声誉受点损，无伤大雅。他眼神复杂，心底坚如磐石的执念终于有了一丝动摇，但很快又被他强行压下。他不信世界上真有人能做到这一步，认定我是在装腔作势。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他眼神重新变得凌厉，只要你做到了，你我恩怨彻底两清。我坦荡地伸出宽阔的右手，一言既出，他伸出修长嫩白的手掌与我相向，驷马难追。哈，双掌用力交击，脆响声中，君子之约就此立下。约定达成之后，我并没有立刻与慕容剑秋动身前往天剑宗，至少这事我得先跟父亲打个招呼。加上慕容剑秋之前交战近乎耗尽了心神，在我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在长生门休养几日再出发。把侍女留下来照顾他的起居后，我这才从他休息的客房退了出来。我没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径直奔向了王师叔所在的三阳峰，长生门19峰。三阳峰排第7，专门负责炼丹，由王云中长老坐镇。我刚一落地，值守弟子林海立刻迎了上来，满脸惊讶。如今我一夕之间突破8境的消息，早就在门内传开了。三阳峰弟子林海见过少主，不知少主前来可是有事？林海眼神里满是敬佩。我微微点头，林师弟，王师叔在吗？在的，方才许坤道友来说少主有事相托，家师正跟他详谈呢，我带您过去，不用麻烦，我自去便是。我摆摆手，熟门熟路的直奔王师叔的丹房。还没走到门口，丹房里猛然爆发出一声暴怒的吼声：许坤，你好大的胆子！这株7叶安神草足有上万年份，价值连城，你竟敢趁着门主不在私自采摘！紧接着传出许坤哭笑不得的声音：师叔，您就是借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擅闯禁地啊！这不用想，也是我家少主的安排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王云中暴躁的吼道：以顾城侄的修为，根本用不上这种稀世宝药，定是你这刁滑小子假借他的名头骗老夫。
夫，再不如实招来，休怪老夫打断你的腿。许坤急了，连连摆手：“师叔且慢，您还不知道吧？少主他如今已经跻身8境了。”一直在闭门炼丹的王云中显然刚听到这消息，惊得拔高了声调：“什么？什么时候的事？”趁着王云中愣神的功夫，许坤赶紧把昨天我临阵突破的事飞速说了一遍。王云中听完，情绪终于稳定下来，冷笑一声：“哼，我大概猜到顾承贤只想干什么。那天剑宗的小女娃对他牵肠挂肚这么多年，神魂必然受损，否则也不会发出一剑后就昏迷过去。你家少主无非是想让我用这安神草炼一炉能安神凝魂的丹药，去讨好那个小女娃罢了。”话音刚落，我推门而入，笑着拱手道：“佩服佩服，王师叔果然明断如神，小侄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见我亲自现身，王云中脸色黑得像锅底：“你个败家子，你爹要是知道你拿他的宝贝神草做人情，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我走到丹炉旁，看了一眼装在白玉盒里的7叶安神草，笑道：“师叔莫气，父亲那边我自会解释，还请您老施展神通帮小侄一把。”王云中毫不买账，直接把盒子推回给我：“哼，没有门主首肯，老夫不敢私自用这宝贝，你拿回去吧。”我早料到他会这么倔，二话不说打开盒子，拿起神草：“师叔要是不肯帮忙，那就借您的丹炉一用，小侄亲自来炼，最多药效差几分，浪费点罢了，总比没有强。”说着，我越过他，一把掀开那半人高的金金丹炉，做事就要往里扔。身为炼丹痴的王云中哪里见得这等暴殄天物的场面，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神草，气急败坏道：“行了，别用这拙劣的激将法了，老夫帮你炼就是了。”我立刻停手，哈哈一笑：“哈哈，还是王师叔疼我，多谢师叔，少拍马屁，快滚，明天这时候来取。”在王云中的呵斥声中，我带着许坤大步离开。而就在我走后，丹房里的王云中看着手里的神草，嘴角却勾起一抹笑意：“既然你对天剑宗的小丫头动了心思，师叔我就好好帮你一把，怎么也得加点猛料，到时候你爹也会感谢老夫的。”哈哈哈！第二天一早，我刚准备去看看慕容剑秋的情况，就听到父亲回宗的消息。为了避免误会，我立刻转头奔向仙门大殿。刚迈进大殿，就看到父亲顾长生正和昨天拦截慕容剑秋的几位长老议事。一见我进来，父亲大老远就招手，笑得合不拢嘴：“听说成儿昨日一夕之间破四重山，快来与为父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微微一笑，快步走上前拱手道：“孩儿见过父亲，见过几位长老。”父亲不可思议地打量着我，眼底满是又惊又喜的光芒。原本他还打算等回来后安排我入室历练，谁知麻烦自己找上门，反而成了我破镜的机缘。他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连声赞叹：“很好，很好。”周围几位长老满眼羡慕，纷纷拱手：“恭喜门主后继有人啊！”众人客套了一番后，父亲话锋一转，看向我问：“对了，那位慕容姑娘如今如何了？这件事说起来，到底是成儿你当初做的欠头。”说到这，父亲眉头微皱，看向诸位长老：“不过事情生了变数，我这次参加大夏王朝女帝登基大典，新皇竟当着所有仙门的面宣布慕容剑秋为大夏护国剑圣。”此言一出，大殿内瞬间炸开了锅。什么？新皇怎可如此武断？这不是摆明了打压我长生门吗？护国剑圣历来由各大仙门轮流担任，上一任就是天剑宗的人，凭什么这次还是他们？听着长老们义愤填膺的抗议，父亲摆了摆手，压下众人的声音：“女帝传话给我，说时机合适时会亲自来长生门解释，在此之前，大家稍安勿躁。”站在一旁，我心里隐隐浮现出一丝不安的预感，但看父亲和长老们打算按兵不动，我便没再多说什么，暂时压下了对皇朝的不满。长老们将话题又转回了慕容剑秋身上。负责对外事务的韩长老看向我，敢问少门主，那位慕容姑娘的事情，如今打算如何处理？我看了眼父亲，见他也满含关切，便不再隐瞒，直截了当地扔下一个重磅炸弹：我已经与慕容姑娘商议好了，此番准备护送她回天剑宗，而后再次向她求婚。话音一落，大殿内死一般寂静，所有长老的眼神都变得极为诡异，齐刷刷地看向父亲。100年了，我满脑子只有修炼，对女人避之不及。当初甚至单枪匹马杀上天剑宗强行退婚，现在打了一架，居然要把人娶回来，这不等于把自己的脸伸出去打吗？父亲显然也是最猛的一个，他狐疑的上下打量我：“成儿，你没开玩笑，你真的要向慕容姑娘再次求婚？”我面不改色，笃定的点头：“自然是真的。如果不是为了等父亲回来禀报一声，孩儿此时已经在路上了，剑连出发时间都定了。”父亲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大手一挥：“好，既然如此，我应允了，放手去做，不管结果如何，为父都支持你。”长老们见状也纷纷点头称是，毕竟要是能和天剑宗联姻，对长生门有益无害。父亲，孩儿还有一件私事想单独禀报。我出声道。几位长老见我们要说悄悄话，很识趣的纷纷告辞。等大殿里只剩下我们父子2人时，父亲心情极好的笑问：“我儿还有何事？速速说来。”我单膝跪地，低头请罪：“孩儿擅自做主，取了宗门禁地里的7叶安神草，让王长老炼制凝神丹给慕容姑娘疗伤，还请父亲责罚。”我本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没成想头顶却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哈哈哈，我儿快起来，区区一株草药而已，全当给慕容姑娘的聘礼。”父亲一把将我扶起，我愣住了：“父亲大人，不生气。”父亲得意地捋了捋胡须，眼中金光爆射：“有什么好生气的？为父这次外出，机缘巧合之下，已经成功突破至龟仙境，那草药对我早已无用。”什么？父亲突破龟仙境了？我彻底被这个消息震撼了。龟仙境那是修行界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整个世间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这也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境界。父亲满意的看着我：“正是，我儿如今既然也有了入室历练的打算，为父自然全力支持。等你与慕容姑娘完婚，便可安心历练。”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我心里满是愧疚，正准备一咬牙把假结婚的真相全盘托出，大殿外却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嚎：“少主快跑啊！”话音未落，许坤连滚带爬的摔进大殿，连站都站不稳了，脸色惨白如纸。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把将他拎起来：“又出什么事了？”许坤吓得浑身哆嗦，语无伦次的喊道：“少爷，30年前被您赶走贴身侍女，她成了天魔教的圣女，现在带着10大魔门高手杀上门了，说要带您回去，作为他教主继任大典的筹码。各位
位长老已经在山门下拦着了，您快跑吧！我瞬间倒吸一口冷气。30年前那个总想爬我床的普通侍女，竟然成了魔道第一巨擘天魔教的圣女。但此时父亲在场，我强自镇定道：不慌，区魔门妖孽，有父亲在，谅他们。儿啊，我觉得你还是快跑吧！父亲猛地打断我，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就在这时，一道极其嚣张的老者声音如同惊雷般在整个长生门上空炸响。顾长生，我叫圣女殿下亲至，尔等还不速速滚出来迎接！父亲面色骤变，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连天魔教的逍遥20都来了。这两人10年前就是龟仙境。我儿，快带着慕容姑娘从后山小路走，再晚今天为父也保不住你。我急了，我怎么能丢下父亲自己逃？父亲严厉地喝道：别废话，只要你和慕容剑秋顺利联姻，背后有大夏王朝和天剑宗庇护，天魔教再狂也不敢轻易挑起正魔大战。快走，不踏入龟仙境，不许回来！听着外面越来越嚣张的挑衅声，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唯一的破局之法。我狠狠一点头，父亲保重，孩儿定早日归来。说完，我踹了一脚瘫在地上的许坤，有事及时联络。丢下玉桶后，我化作流光直奔三阳峰。三阳峰此刻几乎空无一人，只剩几个弟子。我拿过王长老炼好的丹药，确认无误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慕容剑秋提着宝剑，神色冰冷的准备往外走。怎么，你们长生门竟然跟天魔教还有勾结？他语气不善，情况紧急，我根本来不及解释，一把冲上前。这些事以后再说，我先护送你离开这儿。我刚想拉他的手，他却瞬间拔剑，冰冷的剑锋直接横在我们中间。顾少主，请自重！我气急反笑，听着前山的轰鸣声，我也懒得废话，转身就往后山冲。你要是想死，就好好留在这儿。看着我头也不回的背影，慕容剑秋犹豫了一瞬，最终收剑，迅速跟了上来。长生门后山有一处100丈悬崖，跳下去便是南海群岛，这是我们预定的逃生路线。我和慕容剑秋一路疾驰，眼看悬崖就在前方，然而就在靠近悬崖旁的那片森林时，我猛地刹住脚步，太安静了，平日里鸟鸣兽走的林子，此刻居然连一丝风声都没有。直觉告诉我，里面有埋伏。我眯起眼睛，厉声喝道：前方何人？既然来了，就现身一见吧。话音刚落，林中突兀地传出一串娇媚入骨的娇笑声，紧接着，一名红裙少女款款从阴影中走出，挡在了我们前进的必经之路上。她一袭耀眼的红衣，容貌娇艳无双，眉眼间却透着令人心惊的魅惑。当我看清她的脸时，头皮瞬间炸开了。邱凝露，那个被我赶走的侍女。她歪着头，眨了眨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语气无辜又甜美：少主，您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啊？我后背直冒冷汗，干咳了2声，硬着头皮问：凝露啊，你找我有事？听到我的称呼，邱凝露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呢喃道：凝露，多么熟悉的称呼啊！趁她愣神，我下意识就想拉着慕容剑秋强冲过去。这种阵仗，天魔教绝对不可能只派他一个人来。可我一转头，却发现慕容剑秋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他非但没退，反而上前一步，冰冷的目光死死锁定在红裙少女身上。而邱凝露也瞬间回过神来，目光如刀般刮向我身旁的青衣女子，被夹在2个绝色女子中间。我心底那股不祥的预感瞬间飙升到了极点。果不其然，下一秒，2人同时转头，目光死死盯住我，异口同声的冷声质问：他是谁？冷汗顺着我的额头就下来了。没等我绞尽脑汁想出词来狡辩，2人又近乎完美同步的甩出了一句话：你当初不是说自己一心求道，从不愿与女人相处的吗？完了，我当初图省事，拒绝他们俩用的是同一套说辞，谁知道他们居然记仇记了这么多年。那个，你们听我解释，事情其实……闭嘴！又是一记异口同声的怒喝，直接把我的话给堵了回去。一红一青2道身影同时移开目光，仿佛为了宣示主权，针锋相对。邱凝露冷笑一声：天魔教，邱凝露曾经贴身伺候顾城10年，为了让他偿还欠我的，今日他必须跟我走。慕容剑秋手中宝剑发出一声清冽的剑鸣，毫不退让。天剑宗，慕容剑秋，顾城的未婚妻，人是我的。听到未婚妻3个字，邱凝露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度危险，拳头攥得死紧。很好，既然如此，那就用实力来决定这个负心汉的归属。慕容剑秋长剑出鞘，战意升腾，正有此意。话音未落，邱凝露大袖一挥，一条金色软鞭犹如闪电般撕裂空气，直奔慕容剑秋的面门抽去。慕容剑秋身随剑走，毫不示弱地迎了上去，剑光直刺对方要害。一个是正道剑仙要解心结，一个是魔门妖女要斩心魔，正魔不两立，再加上这浓浓的个人恩怨，2人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招招致命。唯独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场因为我一句敷衍而引发的惊天激战，急得满头大汗，却连一句话都插不上。看着2女越打越凶，我有心阻止，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就在邱凝露的背后，一道恐怖的气息已经牢牢锁定了我的位置。毫无疑问，那是天魔教跟着邱凝露来的顶尖高手。情况紧迫，不管是邱凝露还是慕容剑秋，我都不想看到他们任何一人受伤。经历过之前的生死一线，我早就放下了对长生的执念，没有一丝犹豫。我冒着被天魔教高手偷袭的危险，直接运转长生诀，瞅准时机，果断插进2女中间，一左一右，我瞬间扣住他们挥舞的武器，厉声喝道：都给我住手！这里是长生门，不是你们放肆的地方！我的强势介入让2女当场愣住，一时间竟忘了反应。然而就在我出手的瞬间，那道锁定我的恐怖气息终于动了，黑影如同复古之驹，直扑我的后背。我早有防备，拉住邱凝露的左手猛地发力，一把将她拽到了我的身后。那黑影大惊失色，显然没料到我会拿邱凝露当挡箭牌，慌乱中强行撤回攻击，破口大骂：小辈无耻！我看都不看他一眼，右手死死拽住慕容剑秋，急吼：快走！感受到那黑衣老者散发出的恐怖威压，慕容剑秋面色惨白，他没有反抗，任由我拉着他直奔悬崖方向。这时候邱凝露终于反应过来，又气又怒的大喊：
七长老，快给我拦下顾城，杀了那个女人！七长老被我戏耍，本就恼羞成怒，此时毫不犹豫的蛇身追来。我拉着慕容剑秋刚退到悬崖边，还没来得及往下跳，老者凌厉无匹的攻击已经劈向了慕容剑秋，小辈受死！天魔教10大高手果然名不虚传。慕容剑秋甚至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眼看攻击逼近，我下意识的挡在了他身前，反手一掌迎了上去。只可惜，哪怕我已经破境到了8境4重山，面对8境巅峰的老怪物，依然犹如螳臂当车。砰！双掌刚一接触，万钧之力瞬间贯穿全身，一股极其阴狠的暗劲钻进我的体内，我连嘴角的殷红都来不及擦，借着这股狂暴的力量疯狂倒退，瞬间拉开距离。瞬息之间，我和慕容剑秋双双坠下万丈悬崖。当满脸愤怒的邱宁路追到悬崖边时，我们早已经消失在云海之中。崖边，七长老皱着眉头，似乎也没料到竟然真有人愿意替别人挡死。他沉声邀功道：“圣女放心，中了老夫的催心夺命掌，那顾城小儿断然活不过3个时辰。”邱宁路勃然大怒，狠狠瞪着老头：“我让你杀的是那个女人，谁让你杀顾城了？”七长老一头雾水：“圣女殿下不是说此行的目的就是带顾城小儿回去交差吗？如今他中了掌必死无疑，圣女为何不满？”邱宁路郁结无言，死死瞪着他却无可奈何。他转过头看向广阔的云海，暗自咬牙祈祷：“顾城啊顾城，你可千万别就这么死了！”七长老不为所动，只是沉声问：“圣女还有其他吩咐吗？要不要趁机灭了长生门？”邱宁路看了他良久，才皱眉道：“不必了，通知其他人撤退。现在还不是我们跟正道全面开战的时候。”圣女高见。七长老呵呵一笑。邱宁路最后深深看了一眼万丈悬崖，微微叹息，心中满是莫名的空虚。大仇得报，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轰隆隆，大雨倾盆，南海之上的几座孤岛在风浪中若隐若现。在一座无名岛屿上，慕容剑秋正艰难地背着我，在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搏斗。我此刻重伤垂死，每一次颠簸，嘴角都不断溢出刺眼的嫣红。我艰难地睁开眼，声音微弱：“慕容姑娘，你放下我，嗨，自己逃命吧，否则一旦被追上……”闭嘴！他冷冷打断。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那一掌都接不下来，暗劲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机。要不是慕容剑秋及时接住，我早就摔碎在崖底了。我们刚踏上这座岛，就倒霉地碰上了3个夺宝的散修。慕容剑秋本就带伤，硬是凭着一股毅力以1敌3，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将那3个小小击溃。事到如今，我们俩都已经油尽灯枯，任何一点意外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我看着倔强的他，忍不住故意刺激道：“慕容姑娘，嗨，你一开始不是要杀我吗？怎么如今却又要救我？”他脚步一顿，冷声道：“哼，我慕容剑秋从来不欠人情，救你不过是为了还你替我挡招的情。当然，看你这样子也活不了多久，等你死了，我就把你扔进海里喂王八。”五内俱焚的痛楚让我意识涣散，我开始胡言乱语：“嗨，是啊，这次英雄救美完脱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要死了，不知还能不能喝到快乐水？什么是快乐水？就是对了，我怀里有瓶凝神丹，算是赔偿你的，扔我喂王八前记得拿走。你不是很想长生吗？想啊，可是为了这个虚无的目标，连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我都错过，真不知道当初在想什么。”慕容剑秋面无表情的背着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着，只是为了确认我还活着。突然，他声音里透出惊喜：“我们有地方休息了，我这就带你过去。”只是这一次，我没法再给他任何回应，我的意识彻底沉入了无尽的黑暗，进了干燥的石洞。慕容剑秋看着陷入假死状态的我，陷入了天人交战。他有一颗半生的清廉之心，那是天地间生机最盛的至宝，不仅能保命，甚至能把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但要救人，除了献出清廉之心，还得付出极大的代价。看着面前这个曾险些要了他命的负心人，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石洞中他决绝而凄美的身影。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极长的梦，梦里一位绝美仙子与我同行，那股充满生机的清凉气息涌入我的体内，如同久旱逢甘霖，五脏六腑被火烧般的剧痛逐渐消失，身体竟然开始了奇迹般的自我修复。我想看清他的脸，却被温和的灵力蒙住了双眼，只能听见外面隐约的电闪雷鸣。在清凉气息的抚慰下，我彻底没了痛苦的折磨，陷入了沉睡。啾啾，几声清脆的鸟鸣将我唤醒。我抽了抽鼻子，闻到了一股诱人的烤肉香气，肚子立马不争气的咕咕乱叫。我猛地坐起身，痛快地伸了个懒腰，浑身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爽！我忍不住大喊出声，浑身充满了力量，状态好的出奇。我睁开眼，视线里是昏暗的石洞，洞外愤怒大叫的黑色巨鸟，火堆上滴着油的烤肉，还有坐在火堆旁正冷着脸转动长剑的慕容剑秋。我愣住了，脑海中疯狂回溯：中掌、逃亡、坠海、被追杀。按理说，那道暗劲足以断绝我的生机，我怎么可能还活着？难不成那场奇妙的梦境是真的？梦里的仙子是她？我忍不住看向慕容剑秋，那个我们什么？他目光如刀，狠狠剜了我一眼，我吓了一跳，赶紧改口：没什么，我只是纳闷，我伤得那么重，怎么现在全好了？哼，我怎么知道？慕容剑秋别过头，语气极其烦躁。我本来打算休养好后就把你扔进海里喂鱼，谁知道你自己福大命大，睡一觉就好了。看着他对我极不耐烦的冷脸，我苦笑，这暴脾气怎么可能是梦里那个温柔的仙子？我想多了。不管怎样，多谢慕容姑娘照顾之恩，我老实拱手。哼，又是一声带着怒意的冷哼。我无奈摇头，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伸手往胸口摸去，空的，那瓶珍贵的凝神丹不见了。我顿时急了，在山洞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翻，找了半天，慕容剑秋才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白玉瓷瓶。你是说这个？我一头黑线，慕容姑娘既然拿着，怎么不早说，害我好找。她淡淡一笑，我就是喜欢看你跟个老鼠一样乱转，不行吗？我拳头硬了，这女人怎么醒来后比以前还恶劣？要不是她照顾过我，我绝对当场翻脸。我强压火气道，既然在你手里就好，这凝神丹能治你的伤，送给你，算是我的一点补偿。听我语气真诚，她难得没再对我，只是点了点头，把烤得金黄的鸟肉扔给我，这是交换。我慕容剑秋从不欠人情，7叶安神草何其珍贵，如果等价换算，就算卖个小宗门都抵不上这颗凝神丹。换做别人，我绝对是
舍不得拿出来。我看了看手里的烤肉，有种拿黄金换破铜烂铁的错觉。不过我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也顾不上什么血亏血赚，拿起烤肉就大快朵颐。另一边，慕容剑秋服下凝神丹，闭上眼开始化解药力。等我风卷残云的把烤肉造光，他也正好睁开了双眼，一股玄妙的气息在他周身散开。借助这颗极品丹药，他神魂痊愈，终于成功破境至2重山。恭喜慕容姑娘成功破境！我真心实意的贺喜。他微微点头，刚站起身想说点什么，身形却猛地一晃，紧接着一抹极不正常的绯红瞬间爬满了他的脸颊，他的气息骤然变得狂乱，理智防线几乎在瞬间崩塌。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如同一头失去理智的猎豹猛扑过来，死死攥住了我的衣领。慕容姑娘，你怎么了？你冷静点！我大惊失色，但他双眼迷离，显然已经被狂暴的药力反噬。他猛然发力，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我手腕一翻扣住他的脉门，略一探查，顿时气得破口大骂：王云中，你个老王八，敢在丹药里加料坑小年，看我回去不活扒了你的皮！后面的话我已经说不出来了。狂暴的灵力交融瞬间将我们淹没。同一时间，长生门大殿内，阿 T 王云中猛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笑道：没事没事，估计是有人想师弟我嘛。嘿嘿，站在上首的父亲顾长生叹了口气，对着众长老歉意道：这次天魔教来袭，都是犬子惹出的祸端，不谋给大家赔罪了。长老们纷纷摆手打圆场，师兄别这么说，这群妖孽本就跟我们势不两立。没错，而且少门主天赋异禀，修为甚至超过我等，未来我们说不定还要仰仗他呢。听着大家的话，顾长生微微感动，朗声道：不管怎样，这次的损失全由宗门弥补。另外，所有抗敌有功的弟子重赏。大殿内顿时一片喜气。顾长生顿了顿，语气转冷，但那些临阵脱逃的门人一律开阁出宗，长生门不需要叛徒。处理完宗门内务，顾长生独自走出大殿，望向后山悬崖的方向，长长叹息：成儿啊，为父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你可一定要平安归来。痛死我了！看着身边陷入沉睡的慕容剑秋，我苦笑着揉着酸痛的骨头。若不是我提前恢复了全盛实力，这场狂暴的灵力反噬真能把我折腾散架。龙阳草，一种极其霸道且罕见的奇毒之草，这东西极为偏门。我当年痴迷炼丹时，才在古籍里偶然见过。它一旦入体，就会引发极致的狂躁火毒，唯有通过极阳和极阴的灵力交融，才能暂时压制。但我心里很清楚，龙阳草的毒无解，火毒会再次凝聚，到时候发作的间隔会越来越短。我看向慕容剑秋的手腕，那里赫然浮现出一个极淡的暗红龙阳印记。以他的修为，最多只能压制3个月。那老东西王云中肯定是想用这玩意改变体质，造就百年难遇的双修炼体奇才。可他大爷的，怎么偏偏把这东西炼进了凝神丹里？这下全乱套了。但同时我也彻底确认，之前梦里的救命仙子绝对是他。他为了救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结果却反过来被我给坑了。愧疚与感激在心头交织。哎，我暗叹一声，拿外袍轻轻盖在他身上，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山洞。外面是一座孤岛，我绕着海岸走了一圈，越过3具被海水泡肿的散修尸体，在林子里找到了一片野果树。我赶紧摘了一大包熟透的果子，立刻折返回去。山洞里还有个人，我不放心离开太远。然而我刚走到洞口，光线幽暗的山洞内寒芒骤闪，唰，一把冰冷的长剑直接抵在了我的咽喉上，野果散落一地。我没去管，目光立刻落在了持剑人的脸上。慕容剑秋双眼泛红，死死盯着我。我下意识想上前安抚，脚步刚动，剑锋便逼近1分，割破了我的皮肤。站住！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你！他声音冰冷透骨。我急忙解释：慕容姑娘，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以为我不知道龙阳草是什么吗？你这个阴险下流、卑鄙无耻的家伙！我今天就杀了你，替天行道！我心头一震，他竟然也认识龙阳草。看着情绪濒临崩溃的他，我知道现在怎么解释都是白搭。人家冒死救我，我却用这等下作手段暗算，这是搁谁身上都得拼命。我干脆不解释了。我缓缓闭上眼睛，深深叹息，用尽所有的真诚说出了心底的话。你应该这么做，我也确实该死。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我感觉到了抵在脖子上的剑尖在剧烈颤抖，他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力气。我猛地睁开眼，用一种视死如归却又深情绝望的眼神注视着他。慕容姑娘，你的剑刺下去吧，别再犹豫了。慕容剑秋眼眶通红，强装冷酷的声音里却带了颤音。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我微微摇头，苦涩一笑，抬头望向苍天。当然不是，只是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会拼死珍惜这段上天安排的缘分。当啷一声，他自年幼握剑起，剑就从未脱手过。可此刻听了我的这番真心话，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头扎进我怀里，使劲捶打着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在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事如此对我？为什么要一次次的伤害我？我默默忍受着他的捶打，紧紧抱住他，等他发泄委屈。最后他仍不解气，直接一口咬在我肩膀上。我没运功抵抗，硬生生受了这钻心的疼，只是不断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初不是我鬼迷心窍，一心求长生，如今我们不仅恩怨全无，怕是连孩子都长大了。更何况在我做出那般过分之事后，他依旧不计前嫌挺身救我。单凭这一点，我绝不能辜负他。感受到我的歉意，他情绪渐渐平缓，松开了牙齿。我看着抬起头的慕容剑秋，忍着疼微微一笑，伸手帮他擦了擦嘴角。解气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这边肩膀也给你咬。他看了眼我肩膀上深深的牙印，似乎对自己的小女儿姿态感到羞耻，连忙转过头去。哼，咬你我还怕脏了我的嘴？见他语气不再那么冷漠，我赶紧趁热打铁。那你等着，我这就去洗干净让你咬。说着，我做事往海边走。他见我来真的，一把拉住我，少在这里装模作样，有这功夫还是先解释清楚凝神丹里为何会有龙阳草的成分。冷静下来后，以他的见识自然察觉到了不对劲。那凝神丹药效极强，加上我已经是悟到4重山，真要用强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再说我之前还为他挡过致命攻击，自然对他没恶意，所以肯定是我托人炼丹时
时，那人擅自加了料，他面色冰冷，盯着我质问：“听说你们长生有一位姓王的九品丹师，即便是上一任夏皇，也曾经向这位九品丹师求过药。”听到这话，我顿时一惊。他看我这反应，立马全明白，怒道：“该死的老家伙！终有一天我要亲手除了他！”我十分无奈，谁让王师叔那么出名呢？我本想小声替他辩解了，其实王师叔也是好，可他杀人般的目光直接扫过来，让我瞬间改口。好一个坏蛋！这种擅自做主的人简直人神共愤。此时我也受害者，将来定与慕容姑娘一起铲除这个坏蛋。哼，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理亏，不敢还嘴，只能小声问：既然慕容姑娘知道龙阳草，那想必也知道这东西的危害性吧？我不提还好，一提这茬，他刚才消下去的怒火又燃了起来。他闯荡多年，曾亲眼见过那东西的可怕。他以目前的修为，最多只能压制3个月。3个月后若不双修减缓，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为今之计，只有暂借双修拖延时间，等他修成新剑，或许能彻底清除毒素。打定主意，他死死盯住我，厉声道：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离开我身边，否则我立刻杀了你，然后自尽。我知道他现在其实伤不了我，但考虑到那毒素的特殊性，我只能果断点头。毕竟在解毒之前离开他，我头上怕是要绿光大放。我甚至暗暗琢磨着，自己都120岁了，是不是该顺水推舟，要个孩子享受下天伦之乐？这几天过得比我过去100年还漫长。好在结果不坏，虽然他依然冷漠，但我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我们在无名海岛休息，我生火，他抓鱼、烤鱼时，我往火堆里添了把柴，装作不经意的问：听说慕容姑娘结成保平身之时，产生的异象是一睹遮天青莲。他动作一顿，瞥了我一眼：你想说什么？我摊了摊手：没什么，只是有些佩服罢了。毕竟能在结成保平身时产生异象的修行者并不多。哼，你是在嘲笑我修行进度没你快吗？姑娘何出此言？我是真心佩服。虚伪。他冷笑打断：我记得30年前你凝结保平身之时，长生门上空可是出现了一座天门，当时还引起了一阵热议，难道你要否认吗？嗨嗨，我尴尬的轻咳2声，差点把这茬忘了，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为了化解尴尬，我只好转移话题。接下来慕容姑娘是否还要实行你我之前的约定？按之前的约定，我得跟她回天剑宗当众求婚，然后由她出面拒绝，好还我当年退婚的难堪。之前我一心修行，只求化解恩怨，可经过这2天，我改主意了，再续前缘似乎也不错，自然要继续进行。她冷冷地扫了我一眼：你不会以为我委身于你就必须要嫁给你吧？这个，我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接。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有点这想法。这女人表面冷如冰霜，实则极重情义，如果不是她手下留情，我早凉透了。想明白这些，我也不在乎她的冷眼了，温和一笑：一切都随你，你想做什么我都配合。哼，最好如此。他不再多说，取下烤鱼自顾自吃起来，完全不管眼巴巴看着他的我。我随手拿了个野果啃，边吃边欣赏他，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既然已经是我的女人，真正求婚那天可就由不得你了。或许是我盯得太紧，他感到不适，把没吃完的烤鱼递给我：我吃过了，你愿意吃就吃吧，我怎么会嫌弃？顺手接过，专门照着他咬过的地方继续啃。看我这毫不避讳的动作，他眉头一皱，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吃饱喝足，我们便凌空飞起，直奔东南海域。飞了2天，海岸线和一座巨大的城池终于出现在眼前。城门牌匾上刻着3个大字：天蛇国。我正茫然，身旁的他却惊讶道：没想到天蛇国居然还存在。我赶忙问：什么意思？还有天蛇国我怎么没有听过呢？他皱眉道：没什么，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然后继续赶路吧。说完就直接往城里走。我心中疑惑，但也只能立刻跟上。一进城，我全明白了，满大街都是拖着长尾巴的蛇妖。我天生怕蛇，哪怕我现在实力很强，心里也发怵。反观他，一脸淡定地走在街上，下意识的我越靠越近，几乎要贴到他身上。他察觉不对，停下脚步回头瞪我：你靠我这么近做什么？我强装镇定：我们还是早点回你们天剑宗吧，这里也没什么可转的。他疑惑地摇头：不行，20年前妖皇云烈天死后，妖族陷入混乱，作为临近大夏王朝的天蛇国，第一时间就被上一任夏皇派遣大军离了一遍，如今死而复生定有蹊跷。还有这事，我十分惊讶。他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这件事修行界几乎人尽皆知，你居然不知道？我尴尬摇头：这些年我只顾闭关求长生了。我皱眉劝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快走吧，若是遇到危险被困在了哪里，小心你身上的龙阳草毒发作。哼，当然有关系，作为当今陛下亲封的护国之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调查清楚一切可能对我们产生威胁的人或者事情。至于威胁，他顿了顿，看着我：不是有你在吗？未婚夫保护一下自己未婚妻，应该很正常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苦笑：你最好祈祷这座城里没有妖族大圣坐镇。放心，这么一座小城，不可能会放一位妖族大圣坐镇的，更何况妖族现在内乱，自顾不暇，哪里有空管这种他们根本看不上眼的小地方？我刚要点头，城中心突然传来急促的鼓声，街上的蛇人面色一变，纷纷丢下东西往中心跑。我赶紧拉着他躲到路边，顺势向旁边一个正收摊的人类男子打听：这位大哥，敢问这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急促的鼓声又代表着什么意思？那人本不想理我，可一看到旁边的他，立刻笑呵呵的解释：一看你们就不是本地人，连天蛇国的召集鼓都不知道。这鼓声响，自然是有妖族的大人物到了，需要城里的所有妖族前去拜见啊。妖族的大人物，多大的人物？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男子显摆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呗，就在城中心的位置，任何人都可以看，只要不捣乱，那些妖族也不会管你的。没等他说完，他已经转身走了。我瞪了那好色之徒一眼，快步跟上，来到城中心广场，我更头皮发麻了，密密麻麻全是蛇妖，前方半空，一个背生双翅的妖族使者正用妖语大声宣布着什么，引得群妖阵阵欢呼。我挪到他身边，见他神色越来越凝重，忍不住问：你能听懂这些妖族
在说什么？他微微点头，啊，真的吗？他们在说什么？似乎这些妖都很高兴的样子。我追问，他却直接沉下脸，我们走吧，必须快点回去了。这就走了？你不是说要调查一下这天蛇国是什么情况吗？我连忙跟上，我已经知道了。他脚步不停，什么？到底什么情况？你说啊！他停下脚步，神色无比郑重。5天前，妖族大圣孔雀大明尊统一了妖族，并且册封了妖族公主。方才那个妖族使者就是代替新皇前来天蛇国宣布这个消息的。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妖族册封公主，那也跟我们应该没关系吧？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可是妖族一统，这对于大夏皇朝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叹息一声，眉头紧锁。我也明白，作为护国之人，他自然不能对这等大事坐视不理。我们没在这事上多争执，毕竟妖族一统那是女帝该操心的事。离开天蛇国后，路线也明确了，只要从东苍龙域与灵猴山中间穿过之后，再往北行，经过凌空阁之后，便是我们天剑宗的地盘了。你当年不是来过吗？他一边带路一边反问我。我提速追上他，无奈解释，这么多年我也只出过一次远门，而且我当年前去你们天剑宗之时，是从靠近魔道势力的那边走的，怎么会知晓这边的路线？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直接把他惹毛了。他猛地在半空停下，冷冷盯着我。这么说来，还真是辛苦顾少主为了退婚特意出一趟远门了。这个我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确实，我100年来唯一一次出远门就是去退婚，这第2次出门居然是为了求婚。见我默认，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转身就往北飞，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瞬间把我甩在身后。我暗骂自己不会说话，赶紧全速追了上去。就这样追了半日，前方突然出现一座大山，我们才停下脚步。我凑过去刚想解释，他直接摆手打断，不必多说，反正只要你求婚之后，我们之间的事情就一笔勾销。现在还是想想怎么过去灵猴山吧。我也只能闭嘴，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座灵秀的大山，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异常。我不解地问，这灵猴山难道还有什么蹊跷不成？他一脸警惕，这灵猴山乃是妖族的领地，人类修行者若是贸然闯入，只怕会引起群妖围攻。我有些不信，不会吧？我们只是路过一下而已，难道这里的妖族会如此蛮横？他沉声道，因为坐镇灵猴山的乃是一位脾气十分暴躁的妖族大圣，似乎叫什么平天大圣。此妖向来仇视人类，因此不许境内有一个人类修行者，否则必定会出手灭杀。我顿时无语，以我们俩如今的境界，对上这种大能根本毫无胜算。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绕路到东苍龙域吗？他果断摇头，自然不可能。姑且不说东苍龙域作为4大龙域之中最危险的境地，便是其巨大的海域面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无法横跨。一旦半途落入东苍龙域，绝对有去无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等，我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兴奋地看着他。你之前不是说妖族一统册封了公主吗？他一头雾水，是又如何？我胸有成竹地笑道，看来是上天保佑。我敢打赌，那个什么平天大圣此时应该不在这座灵猴山上。你为何如此肯定？我解释道，妖皇一统妖族，这些各地的妖族大圣总得前往妖皇殿恭祝妖皇继位，表示一下臣服吧。他眼神一亮，显然认可了我的推测。不过他依然谨慎，话虽如此，不过我们还得试探一下，万一若是猜错了，可是很危险的。我很欣赏他的谨慎，下意识就说，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试探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直接跑就是了。这话让他微微一怔，他沉默片刻，才开口道，还是我来吧，你对这边又不熟悉。我心里暗笑，这女人果然外冷内热。我刚想再说话，一声暴喝突然响起，哪里来的人类，胆敢擅闯灵猴山，真是不知死活。我们一惊，抬头望去，只见山上不知何时窜出了一群猿猴，为首的男子模样凶狠，那一双猴耳更是暴露了身份。我立刻挡在他身前，同时察觉对方身上没有大能的威压，心里暗暗松了口气。我拱手道，回禀这位大王，我2人只是路过此地，想从这里过路一下，不知大王可否准许？对方毫不客气，混账，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想从这里过去？趁着我家大圣不在，你2人还是速速离开为妙。这猴妖看我们实力不俗，没敢直接动手，反而主动露了底。我们俩对视一眼，瞬间心领神会。我故意纠缠，大王，我2人有急事，还望通融1、2。猴妖首领气得大叫，本大王说话你们是没听清，还是没长耳朵？莫非真以为本大王心慈手软不成？我看着他张牙舞爪的样，微微摇头。既然如此，我顿了顿，等他看向我，这才冷笑一声，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2人强闯了。话音未落，我猛地纵身而起，一掌直逼猴妖首领。几乎同时，他背后的宝剑出鞘，锋芒直刺而去。这突如其来的夹击让猴妖大惊失色，慌忙大喊，都给我上，给我拦下这2个人类，快上！可那些小妖哪追得上我们的速度？瞬间，我们的攻击已到他面门，猴妖首领避无可避，只能现出本体，狼狈的往旁边一个翻滚。他这一躲，后面的路全让出来了。我们毫不恋战，直接夺路狂奔。等那猴妖首领反应过来，气得跳脚时，我们早就冲过了灵猴山的地界。狂奔半天后，我们彻底甩开了灵猴山，回头看那些猴妖不敢追出领地。2人相视一笑，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我笑着说，他对我之前的默契配合很满意，点点头。休息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赶路吧。接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凌空阁虽然与我们天剑宗有些不太对付，但只要我们绕开他们就行了。我自然同意，只是眼看离天剑宗越来越近，我心里开始盘算起计划。求婚在他的地盘，他肯定会走过场拒绝。可我就是要弄假成真，或许我该找大夏王朝新登基的女帝借点势。我胸有成竹地看着正坐下休息的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此时此刻，天剑宗内早就因为一个劲爆消息炸开了锅。大师姐慕容剑秋一人一剑杀上长生门，结果居然被昔日退婚的未婚夫一招秒了。不仅如此，那对手还借机连破4境，直接成了高高在上的悟道4重山强者。这等修为连天剑宗长老都不一定达得到。一时间宗门上下议论纷
纷纷，全是对他的唱衰声。而就在这种压抑死沉的气氛下，赶了2天路的我们，终于踏上了天剑宗的山门。世事慢如流水，看着眼前的天剑宗山门，故地重游，我颇为感慨。遥想上次来时，天剑宗不过是个中型修行宗门，结果40年不见，依靠大夏皇朝的扶持，这里已经晋升为占地极广、弟子数千的大型宗门了。估计要不了10几年，就能成为真正的顶级仙门。正感慨着，山门外值守的2个弟子终于发现了我们，立刻迎了上来。看到大师姐慕容剑秋，那弟子很是惊讶：“大师姐，您怎么回来了？”慕容剑秋微微点头，没回答他的好奇，直接问：“这几日可有关于我的消息传回宗门？师傅他现在是否在宗门？大宗主与2宗主都在。至于消息，有是有，只是……”弟子目光躲躲闪闪，根本不敢看他。很显然，他战败的消息已经传回了宗门，那些原本就对他有意见的人，反应可想而知。罢了，我知道了，你们好好值守吧。慕容剑秋嘱咐一声，径直带着我往山上走。从始至终，他都没向别人介绍过我。天剑宗建立在宛如一柄长剑直插大地的孤峰之上。我一边随他往山顶走，一边打量四周，忍不住开口调侃：“看起来你在宗门内的人缘似乎不太好啊。”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说了句蠢话。果然，他猛然回头，冷冷盯着我：“你以为一个因为被人退婚，导致连带着宗门被人耻笑之人，会有几个人喜欢？我知过也，我知过也。”我连连拱手道歉，还在自己嘴上做事抽了一下。不过也无所谓了，修行本就是孤独的。他随口甩下一句，转身继续往上走。可我还是从他眼角的落寞里看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很快，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天剑宗宗门大殿外。于情于理，既然来了，我都该先拜访他师傅，也就是天剑宗的大宗主。大殿门口，天剑宗3个大字剑气纵横。我只看了一眼，便险些被其中蕴含的剑气震慑。正出神，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温柔的女声：“师姐，快进去吧。大宗主他听说大师姐您回来，早已经在等候了。”回过神，我才发现一位穿着天剑宗服饰的女弟子不知何时走了出来，正轻声提醒着。见我看过去，那女子冲我微微点头一笑，随后站到一旁不再说话。我回以微笑，转头看向慕容剑秋：“如何？要不要你先进去说明一下情况，我再进？”慕容剑秋摇头拒绝：“不必了，你跟我一起进去吧，反正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家师了。”客随主便，我自然没意见。于是2人并肩走进了这座聚集着天剑宗所有高手的大殿。大殿内部十分空旷，几个中年男女分坐2边，正手上方分别坐着一黑一白2位风华绝代的美貌妇人，左手白衣的是大宗主陈荣月，右手黑衣的则是2宗主陈如歌。随着我们踏入大殿，所有的目光立刻如聚光灯般扫了过来。当他们看清我的脸时，所有人的脸色瞬间大变。谁也没料到，我这个曾带给天剑宗无限耻辱的家伙，居然还敢大摇大摆的来这里。一时间，数道锐利如刀的目光死死刺向我。若不是2位宗主还没发话，这些人怕是恨不得立刻冲上来教训我一顿。好在我早有心理准备，面对这股威压，我丝毫不慌，直接冲着坐镇正手的2位妇人拱手施礼：“晚辈顾城见过2位陈姨，冰肌玉骨，气质典雅。作为天剑宗的大宗主，悟道8重的顶尖强者，陈荣月的威严让人不敢直视。可看着我，他那冰冷绝美的脸上竟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原来是程少主，怎么这次来我天剑宗又想耍什么威风？”我听得头皮一阵发麻，笑容再美也掩盖不住那深深的冷意。也是，换做谁见到当年退婚的人在上门，都会觉得是来挑衅的。不等我回应，一旁的2宗主陈如歌猛然站起身，指着我怒喝：“小混蛋，你今日既然还敢送上门来，那就别想囫囵走出这里！”说罢，他也不管别人怎么反应，直接就要对我动手。陈荣月没拦着，其他长老则一脸愤慨地盯着我。我心里一惊，这位2宗主同样是稳稳的悟道8重山，我绝对打不过。我立刻倒退2步，急着解释：“陈二姨，您听小侄解释啊！”小侄解释什么？看打！他直接打断我，玉掌带风猛拍过来，眼看那一掌就要拍到我脸上，我再也顾不上答应慕容剑秋的低调计划，扯开嗓子放声大喊：“陈二姨饶命啊！小侄是来求婚的！”如歌，住手！掌风戛然而止，停在离我脸庞只有一丝的地方。我长长呼出一口浊气，一脸歉意地看向旁边的慕容剑秋。陈如歌缓缓收回手，回头看了眼大姐，又死死盯着我。求婚？我不敢犹豫，连连点头。正是，小侄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向慕容姑娘求婚的。此话一出，整个大殿彻底炸了锅，所有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眼见事关徒弟隐私，陈荣月立刻制止我继续说下去。他冲门外一喊，叫进了刚才那个叫陆静的女弟子。陆静，程少主远道而来，应该累了，你先带他下去休息，我有事情与你大师姐说。是。陆静来到我身边，一伸手，程少主请随我来。我看了眼一直插不上话的慕容剑秋，没得到回应，只能无奈地跟着陆静出了大殿。与此同时，大殿内，陈荣月遣散了诸位长老，殿内只剩他们3人时，他才看向一直沉默的慕容剑秋，厉声问：“剑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去斩杀此人了吗？为何会弄成这样？”陈如歌也跟着问：“是啊，剑秋，这几日外界传出消息，说你被那顾城一招就制服了，可有此事？”慕容剑秋憋了多日的委屈再也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弟子有负2位师傅教诲，罪当该死。”这一跪，把2位宗主吓得不轻。这么多年，他何曾如此脆弱落泪？哪怕当年遭受退婚之辱，他也未曾这般。2人立刻猜到这事肯定和我有关。陈如歌下意识去扶他，可手刚碰到他，却像触电般猛然缩回，震惊地指着他：“你……”陈荣月皱起眉头：“怎么了？”陈如歌又气又急：“师姐，这傻丫头被人欺负了，连青莲之心都被人夺走了。”什么？陈荣月猛然起身，一把探查慕容剑秋的身体。这一探，他的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青莲之心有多重要，他比谁都清楚。此刻，他再也难掩心中的怒火。他看着跪地不起的徒弟，恨铁不成钢的骂道：“让你去斩心魔修无情剑道，结果你可好，丢了成就剑仙的契机。青莲之心不说，如今连清白都没了。”慕容剑秋以头触地，低声道：“弟子该死，请师父责罚。”陈荣月怒喝一声，终究心有不忍，起来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
清楚。慕容剑秋不敢隐瞒，把如何杀上长生门却一朝败北，以及之后遇到袭击与我流落荒岛的事详细说出。可即便如此，听到他竟以清廉之心救我，还牺牲了自己，姐妹俩还是气得够呛。没想到他修了多年的太上忘情，终究无法做到真正的无情。或许只有除掉我这个徒弟，才能真正踏入无情剑道。陈如月眼中猛然掠过一丝彻骨的寒意，这一眼让一旁的陈如哥都心头一震。他已经多少年没见师姐对一个年轻人动过这么重的敌意了。大殿内气氛死寂，陈如月深吸一口气，压下心思，冷冷问：难道说你真的爱上了那个顾城？仿佛被戳中要害。慕容剑秋一惊，连连摇头：师父误会了，弟子随您修行太上忘情，如何会再产生男女之情？既然如此，你为何要以清廉之心救那顾城？陈如哥也忍不住叹息：是啊，剑秋，你糊涂啊！清廉之心是你成就剑仙的契机，更是你的第二条命，你连命都给了人家，还说没动情。慕容剑秋觉得委屈，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回师父，他之所以重伤垂死，是为了替弟子挡下致命一击，若我见死不救，必成心魔障碍。更何况什么？陈如月面色稍缓，更何况他为了弥补弟子，炼成了凝魂丹，弟子服下后，不但修复了神魂，还顺利破境至悟道二重山了。竟有此事！两位宗主大惊，仔细一探查，发现他果然破境了。这意味着他确实没对我动情，否则无情剑道一旦动情，修为必散。两人总算松了口气，可新的疑惑又来了。陈荣月问：既然如此，那你为何又带他来？他方才为何又说什么求婚？慕容剑秋随即将和我商量好的假求婚和盘托出。听完，陈荣月心中却冷笑连连。以他的经验，若没别的企图，谁会心甘情愿替人去死？这傻徒弟怕是已经落入了我布下的陷阱里了。他摆摆手罢了，此事你既然有想法，就随你去做吧。陈如哥上前拍拍慕容剑秋的肩膀，宠溺一笑：好了，剑秋，你一路辛苦，先下去休息吧。弟子告退。等慕容剑秋走后，陈如哥轻轻揽住姐姐的肩膀，叹息道：姐姐，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他虽是顾长生那负心人之子，但肯为剑秋挡刀，说明他没遗传他爹的薄情。或许没有什么或许。陈荣月猛地挣开妹妹，情绪激动。当年那人也曾为我几次陷入死境，可一遇到那个女人，便将我抛之脑后。你怎么确定这个顾城将来不会移情别恋？陈如哥知道触到了姐姐痛处，无奈道：那姐姐想如何处置？陈荣月嘴角勾起一抹奇异的冷笑：既然顾城要求婚，那我就答应他，让他们结成真正的道侣啊！剑秋不是说是假求婚吗？哼，我自然知道是假的，可外人谁知？这不太好吧？陈荣月走到殿外，目光冷冷看向南海的方向，语气透着刺骨的恨意：父债子偿，只要顾城这小子敢求婚，他这一生就休想离开我天剑宗。你去广发邀请，让天下人都知道，他顾长生的儿子以后就是我天剑宗的赘婿。我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看着姐姐眼底深不见底的怨气，陈如哥头大如斗，却也只能无奈领命。客房这边，顾少主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陆静见我突然打了个寒战，疑惑地问：没事，可能是连日赶路有点累了。我笑了笑，那就不打扰顾少主休息了。刚准备走，陆静忽然皱眉回头：不过我有一言提醒，不知顾少主愿听否？陆道友但说无妨，我爽快答道。陆静直言不讳：你之前退婚的事，宗内有很多人不满，私下里怕是会有人来找麻烦，你最好小心防范。听他这么说，我反而松了口气，点点头。原来如此，这确实是我的过错。若真有人来找茬，我会下手轻一点的。你放心便是。陆静瞪大眼睛，像看怪物一样死死盯着我。他好心提醒，指望我自己防范，没想到我居然这么自大，还说下手轻一点。哼，顾少主还真是一如当年般自负。他冷哼一声，懒得多费唇舌，转身就走。看着他的背影，我毫不在意。刚才在大殿，那些长老的实力我已经摸了个大概，除了两位宗主能给我压迫感，其他人根本不足为虑。以我如今悟到4重山的境界，只要两位宗主不出手，别人来找麻烦，纯属送人头。我盘膝坐下，闭上眼，开始内视自身。这些天破事不断，我还没好好体察过突破后的身体。第7境之上，没大机缘根本没戏。悟道境更是看重对人生的理解。若非慕容剑秋之前打上门刺激了我，让我看破了执念，我怕是再修100年也无法踏入如今的悟道4重山。看着体内那逐渐空明的元神小人，我满意的点头。等元神彻底空明，我就能踏入归仙境了。正当我在脑海里美滋滋的幻想未来登顶的画面时，一阵粗暴的砸门声猛然将我惊醒。咚咚咚，长生门来的那个家伙，你给我出来，让我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脸面敢再次上我天剑宗。我睁开眼，暗暗叹了口气，来得还真快，这就等不及来讨打了吗？推开门，果然见一个穿着天剑宗服饰的男弟子堵在门口，身后还跟着几个年轻男女。我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没觉得有什么压迫感，笑呵呵地问：在下顾城，不知几位道友前来，有何指教？似乎没料到我态度这么随和，几人面面相觑，最后齐刷刷看向带头的男子。那男子的胆气瞬间上来了，上前一步指着我怒喝：顾城，你不必如此伪装，居然还敢来我天剑宗！我陈凡今天定要替师姐好好教训你这个家伙。看着这只义愤填膺的护花使者，我又好笑又意外，他气息不弱，好歹也有7境的实力，难怪敢强出头。我本来懒得理他，但脑子一转，立刻记上心头。我收起笑意，满脸真诚的劝解：这位陈凡师弟，我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误会什么？他粗暴打断我：你上次退婚羞辱了师姐还不够，居然还敢再来，真欺我天剑宗无人吗？其实我这次不必多说，出手吧，陈师弟。我觉得看见，眼看他像斗牛一样红着眼拔剑杀来，一句话都不听，我只能无奈防守。明明能一招把他震飞，我却故意压着实力，一边节节败退，一边扯开嗓子大喊：陈凡师弟，你这是做什么？陈凡师弟，这就是你天剑宗的待客之道吗？陈凡师弟，两宗向来交好，你真要下重手？陈凡师弟，你再不住手，我可要反击了。随着我一声高过一声的警告，周围被吸引来的弟子越来越多。听说我就是当年退婚的顾城后，众人顿时同仇敌忾，甚至跑去呼朋唤友。短短片刻，这小院四周就挤满了上千名剑修，地上站不下就
上树，上屋顶，密密麻麻围了个水泄不通。见陈凡把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大家开始疯狂叫好助威，打倒他，打倒他！呐喊声震天动地，林子里的鸟都被惊飞了。但这正合我意，人越多，我接下来计划的威力就越大。眼看火候差不多了，我对面那个久攻不下的陈凡也急躁到了极点，我不躲了，直接朗声甩出早准备好的那句话：陈凡师弟，我最后再说一遍，我此次前来只是为了向剑秋求婚的，并无恶意，你再如此逼迫，休怪我不留情面了。轰！这话简直像晴天霹雳，在人群中炸响，所有人全懵了，不可思议的死盯着我，彻底被我的言论震惊了。陈凡更是气得双眼通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狂吼道：奸贼、恶贼、败类，安敢如此出尔反尔，欺辱师姐！我是要宰了你这个无耻之徒！话音未落，他猛然跃起，全身修为灌入手中长剑，剑身爆发出刺耳的嗡鸣。他死死锁定了我，冷笑一声，一道恐怖的剑气撕裂空气，当头朝我斩来。围观弟子纷纷倒退，同时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在他们眼里，这天剑诀一出，我必定惨败当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下场。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惊呼声从人群外猛然传来，手下留情。光听这冷冽的声调，我就知道是谁来了。只可惜这位当事人来得太迟，一切已经来不及了。陈凡这一剑杀伤力极强，若是突破之前的我，应对起来还真有点狼狈。但可惜没有如果，宣告自己是此次来求婚的目标已经达成，我不想再陪他玩了。他手段狠辣，让我心中微微动怒，正准备下重手给他个深刻教训，远处却突然传来慕容剑秋的声音。我微微叹气，临时改变主意，面对数十米的剑气，我直接催动长生门独有的金光盾，瞬间突破笼罩，闪现到陈凡身后。周围人还在剑气展出的裂缝里找我的身影。我微微摇头，点评道：攻击力不错，就是准头差了点。陈凡骤然听到我的声音，勃然色变，立刻抽剑回刺。只可惜我怎么可能再给他出剑的机会？我一把捏住他持剑的手腕，猛然一扭，趁他剧痛松懈，一脚踢向他的右手，宝剑瞬间被我踢飞。等到陈凡反应过来，我已经再次和他拉开距离，还我太玄剑！陈凡怒吼，我不理会，伸出2根手指轻轻弹了下剑身，听着清脆嗡鸣，忍不住啧啧道：真是一把宝剑啊！可惜明珠暗投，可惜啊！这番挑衅的话一出，周围天剑宗弟子满脸怒容，首当其冲的陈凡更是受不了这般羞辱，怒吼一声又要向我冲来。不过我此刻已经没心思跟他争斗了，随手将宝剑掷向一旁。我迎上了终于露面的慕容剑秋。等陈凡拿回宝剑回过神，却发现我正和慕容剑秋站在一起，我们姿态亲密，正低声说着什么，谁都没看他一眼，仿佛他就是空气。受到双重打击的陈凡再也挂不住脸，失魂落魄的推开人群离开了。周围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师姐那句手下留情是对我说的啊！我故意和慕容剑秋做出一副亲密举动，看着陈凡离去，微笑道：你不去安慰一下你这位师弟吗？他可是为了你才出的头啊！慕容剑秋微微摇头，面无表情，不必了。陈凡师弟天资出类拔萃，奈何心性太跳脱，受此打击，如能看破一切，便可突破至8境，即便不能，对他的心性稳定也有好处。我摇了摇头，你倒是看得开，只是这个恶人让我来做了。哼，你不是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吗？慕容剑秋冷冷一笑，目光不善，按我们的约定，求婚之事要等他与师父商议，邀请其他宗门见证后才公布。我却接二连三提前揭露，这让他怀疑起我的动机。见他目光不善，我有些尴尬，连忙转移话题。对了，你将我们的约定与你师父说了吗？他们答应了吗？果然，提起这个，他立刻转移了注意力。慕容剑秋看了眼四周同门，转身大声说道：顾少主乃是宗门贵客，以后没有宗主吩咐，不许任何人打扰。至于其他事，后面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现在大家各自回去修行吧。见我轻描淡写化解了陈凡的全力一击，众人哪还有不自量力的心思？此时听到大师姐搬出宗主，纷纷借坡下驴，拱手告辞。哪怕心里不服，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没用。他们深刻认识到，真理只在剑锋之上。人群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多时，原本围得满满当当的院落已空无一人。我朝客房一指，要不我们进去详谈一下。慕容剑秋摇头拒绝，不必了，只是3言2语罢了。知道他想避嫌，我也不勉强。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请慕容姑娘说说陈姨对此事的看法。慕容剑秋深吸一口气，淡淡说道：此事我已经告诉了师父，师父说随我自己做主。这么简单，我有些惊诧，总觉得事情没这么顺利。慕容剑秋神色一冷，怎么，你觉得我在说谎吗？没有，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一时间有些惊讶而已。我连忙道歉，随即想到了重点，既然如此，那慕容姑娘中的毒怎么办？一旦事情完毕，我应该没有理由再待在天剑宗了吧？提起此事，慕容剑秋咬紧牙关，沉声说道：此事在意，你还是先准备好求婚之事再说。我无奈，只能点头答应。最近几日，天剑宗邀请各方观礼新晋护国剑圣与我订婚仪式的消息终于散播出去，这消息宛如惊雷，把所有人震得七荤八素。当年我退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以为长生门和天剑宗应该老死不相往来，没想到两家非但没打起来，居然还要结亲。好奇心驱使下，众势力纷纷接受邀请。随着时间推移，消息跨越万水千山，传到了天魔教、银路，都快半个月了。长生门那边也没有关于那个顾城的消息，想必应该是真死了吧？你要学会放下过往，我天魔教的未来还需要靠你振兴啊！邱宁路茫然地抬起头，程姨，你说明明那个顾城已经被七长老拍死，可是我为何就高兴不起来呢？朱雀使程素玲心疼地搂住他，轻声问：告诉程姨，你真的是想杀了那个顾城吗？他对你真的很坏吗？听着询问，邱宁路陷入回忆。曾经他是个无法修行的凡人，在长
生门备受欺凌，直到那一天，他遭到管事毒打，正想寻短见时，被我拦了下来。我惩罚了恶人，留下神药，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他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我，结果第二天他就成了负责伺候我起居的贴身侍女。他本做好了以身相许的准备，甚至门主都下令让他试烫。然而整整10年，他全心全意服侍我，却始终没正眼看他一下。就算他主动投怀送抱，我也只是默默走到门外。后来他被逐出了师门，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远走魔道，奇迹般修成魔神诀，成了高高坐在上的圣女。前阵子他带人去长生门，本想抓我回去伺候他，结果却看到我和另一个女人亲密无比，他极度发狂，想毁掉那个女人，却没想到我竟甘愿替那个女人挡下7长老的致命一击。为什么从来不会看我一眼的你，却愿意为了那个女人去死？为什么？想到这里，邱宁露泪流满面，心如刀绞。程素玲轻轻拍着她的背，哭吧，发泄出来就好了。就在邱宁露满心悲伤，准备放声大哭时，门外守卫急促地喊道：“圣女，有消息了，那个顾城还活着。”你说什么？他还活着？邱宁露双手撑桌，死死盯着手下。那人见圣女因为我露出前所未有的凶恶神情，吓得连连发誓回禀圣女千真万确。天剑宗已经向各大宗门发出邀请，观礼慕容剑秋与顾城的订婚仪式。此事在大夏境内已经传遍了。咔嚓，坚硬的黑曜石桌被他瞬间捏碎。一想到自己担惊受怕半个月，我却要和别人订婚，他就气得咬牙切齿。程素玲挥退手下，程姨，我要去天剑宗。邱宁露毫不犹豫，此事不可。程素玲立刻拒绝，为什么不可？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那个家伙？上次10位长老陪你去长生门已是破例，天剑宗距大夏都城极近，一旦深入腹地，必定凶多吉少。大夏皇朝实力有那么深厚吗？程素玲苦笑，你以为能霸占仙源大陆中心，逼退我们魔道，压迫妖族的大夏皇朝是什么普通存在？那难道就没办法了？只要你能将魔神诀修到圆满，我们就能反攻大夏。邱宁露顿时沮丧，第9层太难，我连第7层都摸不到门槛。程素玲抚摸着他的长发劝道，听程姨一句劝，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好好修炼，以后世间的烦恼都不值一提。邱宁露勉强压下焦躁，微微点头，知道了，程姨，我会好好修行，忘记此事的。然而等程素玲一走，他立刻望向大夏皇朝的方向，目光决绝。对不起，程姨，我说谎了，没得到他亲口的交代，我不甘心，无论千难万险，这次天剑宗之行，他非去不可。万年之前，妖族统治大陆，后来人类崛起，魔道被逐，妖族退居东南，推举出妖皇。妖皇殿内，黑衣少女孔昭灵正百无聊赖地翻看情报，突然，她的目光死死定在其中一行字上：护国剑圣慕容剑秋不日将与长生门少主顾城订婚。他反反复复看了10几次，确认没眼花。我就是那个把他当宠物圈养了10年的可恶人类。身为妖族公主，她怎能忘记这等耻辱？她本打算过阵子去抓我当人宠，没想到我不仅提前露面，还敢私自跟别的女人成亲，没有主人的允许，居然敢擅自行动，好大的胆子！小梦，去通知父皇，我要去大夏。孔昭灵猛地站起，哈哈哈！妖皇阔步走入大殿，笑声豪迈。什么事惹得我家小雀儿要去大夏？父皇欺负女儿的人，你管不到。孔昭灵赌气把情报递过去，妖皇扫了一眼，你不服气那个女剑圣，想去比试比试，谁管那个女人了？我要找的是那个男人，当初就是他把我当宠物养了10年，这仇我一定要报，我要抓他回来给我当宠物。妖皇眉头紧锁，你确定是此人？当然是他，顾城。妖皇沉吟片刻，这仇当然得报，但深入大夏不太安全。哎呀，父皇，你就让我去吧，我保证只抓那个顾城，绝不节外生枝。孔昭灵拉住父亲的胳膊，猛摇撒娇。妖皇抵挡不住，只好答应。好，为父答应你。父皇，您准备派谁监视我啊？什么监视？那是保护。你拿我的手令去灵猴山，让平天大圣陪你去。平天叔叔最讨厌人类，他去了不会惹麻烦吗？妖皇大笑，压低声音说：无妨，为父教你一个禁妖令，定叫他不敢忤逆你。夜幕下，大夏皇宫灯火通明。陛下，您该休息了。侍女鸾儿柔声提醒。夏无忧放下奏折，揉了揉发胀的额头，以女儿身登基，她每日处理海量政务，疲惫不堪。鸾儿，长生门近日可有动静？鸾儿满心疑惑，不明白女帝为何天天打听长生门，但仍老实禀报，长生门一切如常。不过今日天剑宗发出了观礼邀请。观礼？什么大事？您亲自册封的慕容剑圣要与长生门少主结亲，邀请各方见证。啪！名贵的白玉杯摔得粉碎。夏无忧猛地站起，双眼死死盯着鸾儿。你说什么？慕容剑圣要与何人结亲？刹那间，一道威严的金龙虚影在他身后盘踞而起，人皇气息震慑全场。鸾儿吓得双腿一软，摔倒在地瑟瑟发抖。夏无忧强压怒，收敛气息扶起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听完详细禀报，夏无忧的面色阴沉的可怕。好一个顾城，你好得很。他咬牙切齿的低吼，随即冷声问：距离订婚还有多久？回陛下，10日后。夏无忧来回踱步，心急如焚。如果朕想私自出宫，该如何？鸾儿急忙劝阻：陛下不可啊！您万金之躯怎能涉险？夏无忧叹了口气，他知道不能随便出宫，可一想到10天后我就要跟别的女人成亲，他就妒火中烧。我还没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怎么能娶别人？绝不能让这场订婚顺利进行。可不下圣旨，又怎么阻止？见女帝愁眉不展，鸾儿壮着胆子提议：陛下若不想带慕容剑圣与人成婚，鸾儿有个主意。陛下虽不能出宫，却能下旨召对方入宫啊！夏无忧瞬间眼前一亮，对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出不去，但我可以把你召进来，只要把你困在皇宫，看你怎么成婚。想通这一点，他终于放松下来，嘴角勾起一丝得意的冷笑。此时此刻，他甚至已经脑补出我面对一众满怀期待的观礼宾客，只能干瞪眼的狼狈模样。旁边的鸾儿看着女帝这诡异的笑容，心里更猛了。陛下为何偏偏要针对长生门少主？只可惜这个秘密除了我们2个当事人，注定无人知晓。风起于清平之末，我自然不知道。仅因为我和慕容剑秋的一个私人约定，一场滔天巨浪已经朝我席卷而来。随着日子推移，我在天剑宗过得很
是惬意。自从那天教训了陈凡，我来这里的目的也彻底传开了。本以为两位宗主会对我这般大张旗鼓感到不悦，谁知他们反而率先向大夏境内各方势力广发邀请函。既然目的殊途同归，我也乐得配合。唯一让我挂心的是慕容剑秋，自从那天离开后，大宗主就对他下了禁足令。听陆静说，在我正式求婚前，他谁也不能见，希望他能挺过下一次龙阳草之毒的爆发。我暗自盘算着，如今我唯一能期盼的就是消息赶紧传到父亲耳朵里，让他老人家快点赶来给我镇场子。直到求婚日期的前夜，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我的节奏。陈二姨，这么晚了，您找小侄有事？我诧异地看着站在门外的白衣女子。嘘，进去说。陈如歌四下张望，确认无人后，一把将我推进房间，反手死死关上了门。见他神色如此神秘谨慎，我立刻警觉起来。借着月色，我小心打量着这位与父亲同辈却依旧年轻曼妙的天剑宗二宗主，姿容绝佳，身段玲珑，成熟的风情让人移不开眼。我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在这安静的房间里，吞咽声显得格外清晰。陈如歌转过身，红唇微起，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我刚想开口解释两句，陈如歌秀眉猛地一皱，直接扑上来，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别出声，有人来了。他的声音极其细微，直接传进我耳中，神识外放。我立刻察觉到门外有2名巡查弟子正在靠近，我不敢挣扎，任由他捂着。他那玉手冰凉，还透着一股诱人的幽香，我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子。很快，门外的脚步声远去，陈如歌猛地像触电般后退一步，松开手，怒视着我：“你这混小子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不老实！”我干咳一声，尴尬陪笑：“小侄失礼，陈二姨勿怪。不过您为何说我死到临头？”陈如歌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复杂。他看着我的脸，摇头冷声道：“你要是想活命，趁现在立刻离开天剑宗。”我愣住，求婚就算失败，顶多被世人嘲笑一番，怎么会有性命之忧？但我绝不会被一句话吓退。陈二姨有话直说，否则我是不会离开剑秋的。陈如歌惊愕地皱起眉头，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硬气。你确定真的要求娶剑秋为道侣，哪怕付出自由与生命？我轻笑一声，直视他的眼睛，诚生命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剑秋故，二者皆可抛。陈如歌被我斩钉截铁的话镇住，他死死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伪装的破绽，嘴上说的倒是好听。他冷笑一声，无情戳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剑秋之间只是假求婚罢了。”我没觉得意外，剑秋早就把计划告诉了2位师傅。我站直身子，语气更加坚定：“不管剑秋心里怎么想，但小侄绝对是一片诚心，想与剑秋结为道侣，共伴此生，还请陈姨明察。”哼，明察什么？陈如歌怒哼一声，厉声道：“当年退婚的是你，如今求婚的也是你，如此反复无常，莫不是欺我天剑宗无人？”我脸上一热，这事确实不地道，只能硬着头皮解释：“当年是我年幼无知，犯下错事，但如今我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言。”他秀眉微挑，见我不像撒谎，神情反而更纠结了。犹豫再三，他冷冷扔下一句话：“我不管你真心假意，如果你今晚不走，明日之后再想离开我天剑宗就难了，除非你父亲亲至。”我彻底糊涂了。陈姨，这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情？这是上一辈人的恩怨，与你无关。你若执意留下，那就别后悔。说完，陈如歌懒得多言，推开门直接消失在夜色中。这一夜，我彻底失眠了，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他最后那句话：上一辈人的恩怨。长生门和天剑宗向来交好，有什么恩怨？更何况长生门远在南海，天剑宗身处大夏，八竿子打不着。除非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我老爹顾长生孤身几百年，这位大宗主陈荣月也绝色无双，却至今未嫁。再加上白天大宗主看我那古怪复杂的眼神，难道我老爹是个修仙版段正淳，跟这位大宗主有过一段情？这狗血的念头瞬间在我脑海里炸开。完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到底能不能答应我的求婚？难不成我父子俩要娶人家师徒俩？到时候我是该叫陈荣月母亲大人，还是岳母大人？不管我怎么纠结，天还是亮了。第二天一早，我刚推开门，直接被眼前的景象震懵了。满目大红，整个天剑宗一夜之间张灯结彩，到处都是喜庆的红绸，所有弟子都穿着红色礼服，看我的眼神极其复杂，却没人敢跟我搭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奔宗门大殿。大殿外铺天盖地的流水席，桌上摆满了修仙界特有的珍馐灵果，这排场分明就是成婚的大典。不是说好今天只是求婚吗？八字还没一撇呢，搞这么大阵仗，万一被拒，长生门和天剑宗的脸往哪搁？我冲进大殿，想叫停这荒唐的举动，可一进门，我傻眼了。天剑宗的长老们全换上了大红喜服，喜笑颜开地坐在位子上，而大殿中央赫然站着一个凤冠霞帔、盖着红盖头的新娘，这身形绝对是慕容剑秋。她低着头，静静地站在大宗主陈荣月身旁。我咽了口唾沫，硬着头皮朝坐在首位的陈荣月行礼。陈姨，这么大的阵仗，只怕……怎么？难道你又想反悔求婚了？陈荣月似笑非笑地打断我：“小侄不敢，只是求婚，似乎用不到这么大的阵仗吧？”哈哈哈！陈荣月大笑一声：“当然不只是求婚，既然你二人情投意合，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本宗主就为你们办婚礼，正式结为道侣，如何？”什么？今日成婚？我大惊失色。陈荣月脸色一沉，大殿内的温度骤降如冰，他冷眼刺向我：“怎么？你不愿意？”寒芒如刀，我毫不怀疑，要敢说个不字，我今天绝对走不出这大殿。我狠狠咬了下舌尖，强行镇定下来，看向一言不发的慕容剑秋：“小侄当然愿意，只是还不知道慕容姑娘是否愿意与小侄结为道侣。姻缘大事，我这做师傅的还能替她做主，你且放心。”陈荣月神色和缓了几分，我看剑秋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丝毫反对意见，只能一咬牙：“如此，小侄便多谢陈姨成全了，不必客气。”随陆静去后殿换上新郎服，等宾客一到，我们就开始证婚。陈荣月一挥手，我跟着端着喜服的陆静走向后殿。就在我离开后，陈荣月脸上的笑
笑意瞬间收敛，转头问陈如歌：“关里的人到哪了？”除长生门外，其余各方势力最多再有1个时辰全部抵达。陈如歌叹息道：“长生门还没来，无妨。”陈荣月冷哼一声：“再过2个时辰开始证婚仪式，全体准备迎客。”我在后殿飞快换好了一身大红的新郎官服，虽然隐隐觉得是个局，但能娶到剑秋，这诱饵我实在无法拒绝。陆静师妹，我心情大好，对着镜子调侃道：“以后我们就算是一家人了吧？”谁跟你一家人了？陆静冷着脸：“怎么不是？等我和剑秋成了婚，你难道不该叫我一声师姐夫？”我笑着打趣：“厚脸皮，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你别太得意。”我满不在乎的笑笑。正说着，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陆师姐，吉时快到了，各派前辈差不多都到了，宗主让请顾少主出去。”知道了。陆静回了一句：“既然吉时快到了，我们出去吧。”我迈步朝外走。等等，陆静伸手拦住我，拿起一朵大红花，示意我还没佩戴。他凑近我，低头为我系胸前的大红。就在这时，他突然极快地凑到我耳边，声音细若蚊蝇：“慕容师姐她其实被……陆静，你在做什么？吉时已到，为何还在这里磨磨蹭蹭？”一声断喝突然炸响，陈如歌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同样一身红装，手里还牵着盖着红盖头的慕容剑秋。陆静吓得猛然后退，慌忙回道：“弟子在给顾少主系大红，现在已经好了。”陈如歌深深地看了眼我胸前的大红，朝我招手：“过来，随我一起出去拜见诸位客人。”我满腹狐疑，剑秋被怎么了？但眼下根本没机会问，只能快步走到陈如歌身侧，走出大殿。我直接被外面的阵仗惊呆了，广场上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不少大佬的气息深不可测。然而我扫视了一圈，心却凉了半截。陈姨怎么不见我们长生门的人来？陈如歌没好气的冷哼：“我怎么知道？反正邀请函已经发了，也许你父亲不在意你这个儿子的姻缘大事吧。”我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转移话题：“陈姨怎么来了这么多人？”陈如歌一边引路一边给我介绍，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九天门、百华宗、苍星门、凌空阁、雷火城，甚至连远在天边的妙音山、大贤寺都派了长老来，整个大夏正道顶级势力全员到齐。看着这盛大的排场，我心中越发焦灼，连比我们还远的大贤寺都到了，长生门怎么还没引？难道老爹真的连我结婚都不来？就在我暗自焦灼之际，吉时已到，在一片惊叹声中，盛装打扮的陈荣月如流光一般，瞬间落在了高台之上。